扔回山里！把孩子放下！普通孩子头上会长角吗？长角又怎么了？他来历不明，昨夜苍龙山又震了，留他在村里，出了事谁负责？他会哭会饿，身上也是热的。你们凭什么说他不是个孩子？桂枝，我们不是容不下一个娃娃，可他偏偏长着脚，还是从产。村里最近又是旱灾又是山响，大家心里都怕，怕就能把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丢下断崖。他还这么小，离了人连一夜都活不过去。那你说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苍龙山北坡。北坡昨夜刚塌了一大片，村里人都不敢过去，你怎么会在那里？我进山采药，听见石头下面有孩子哭。我扒开断枝，看见他躺在一块青石旁边，四周全是落石，只有他身边一点泥都没沾。山塌成那样，他怎么可能一点伤都没有？不管他怎么活下来的，他现在就在我面前，我不能见他还有一口气，却转身把他丢在那里。你心软一次，可能连累的是整个白石村。他还没做过一件坏事，你们就先把将来的灾祸算在他头上，这是什么道理？等灾祸真的来了就晚了。若真有那一天，我来担。你拿什么担？拿我这间破屋，拿我这条命，只要我乔桂枝还活着，就不能让你们把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丢下去。先把竹筐放下。村长，这孩子不能留，我只是让他们放下。一个连话都不会说的娃娃，是福是祸还没有定论。白石村若因为害怕这要大命，将来这自己良心。你们今日留下他，往后出了事，别说我没有提醒过。真有报应，也先报在我身上。山又响了，昨天夜里也是这个声音。你们都听见了，他刚留下山就开始动。昨夜山响的时候，他还被埋在北坡。若真是他让山动，为何他自己也差点被落石压住？不怕，别人不要你，我要。从今往后，我护着你。带他回去吧。水，石头缝里出水了。好孩子，再吃一点。你不吃东西，身子怎么撑得住？桂枝，我家母羊刚挤的，你先给孩子喝。多谢你。这就是你从山里捡回来的娃娃？是，他头上的角不会伤人。羊奶多少钱？我照给，不是钱的事。我家里老人害怕，我若把羊奶给了他，回去不好交代。我明白，镇上有人卖刚下崽的母羊，只是价钱不便宜。要多少？至少2两银子。婆婆还能走，还能挖，不到最后一步，咱们不卖姐姐留下的东西。是不是饿啦？人参，好孩子，这可是救命的东西。难道真是你带婆婆找到的？不管是不是你带来的，这份情婆婆记在山里。山给人留一条活路，人也不能把山里的根挖绝。根须完整，年份也足。你从哪里挖到的？苍龙山。整株卖给我，我给你12两。只要是公道价就行。这样的老参难得，你若知道地方，兴许附近还有。剩下的是山里的，我不挖了。桂枝，你哪来的钱？听说
他在山里挖到了老参。那片山你走了几十年，怎么偏偏近日发现？这孩子刚进门你就挖到一株老参，未免太巧了。你想说什么？我只是觉得这孩子或许真有些不同。他有没有不同，都与你无关。婆婆不求你给家里带来金银，也不求你是什么福娃，只盼你这一生平平安安。往后你就叫安宁，随婆婆姓乔，乔安宁。7年后，周小川，你不是说自己胆子大吗？你敢不敢把他的头巾扯下来，让我们看看他的脚？有什么不敢的？小川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就看看。他真的长着脚，快走！我不是故意的。他们让你扯，你就扯吗？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不怕你。那你现在知道了，你不是怕我，只是怕别人说你不够勇敢。头巾怎么沾上土了？被树枝勾掉了。只有树枝？婆婆，我头上的角是不是很吓人？谁又说你了？没人说，可他们看见脚就跑，是不是当初把我留在村里本来就是错的？抬起头，脚是你生来就有的，不是偷来的，也不是抢来的。别人害怕自己没见过的东西，那是他们心里的怕，不是你的错。可他们一直不喜欢我。你活着，不是为了让所有人喜欢。只要你不害人，不亏心，就不用替别人的闲话受罚。各家出1个人到磁场议事。白石村已经整整2个月没有下雨，村里还剩2头公羊，可以拿1头做祭品。明日进山祭拜，求山神开恩降雨。若是求不来雨呢，总比坐在这里等死强。那2头羊是几户人家凑钱养的，杀掉容易，秋后拿什么配种？村长，再没有雨，秋后连人吃的粮食都没有，还管什么羊？谁什么羊？宁儿，你去哪儿？婆婆，这下面有声音。下面有水。你听准了吗？听准了。有多深？我不知道多深，只听见水被石头挡住了。宁儿，这不是小事，若是说错了，全村最后一点力气就会白费。婆婆，我没有说错。村长爷爷，不用杀羊。大人议事，你一个孩子不要插嘴。村西洼地下有活水，往下挖就能挖到。一个孩子怎么知道地下有没有水？村西洼地干了几十年，从没听说那里有泉眼。乔安宁，上次你婆婆挖到人参，村里已经有人把你当成福娃，可找水不是儿戏。我没说自己是福娃，我只说下面有水。若是挖不到呢？那就算我听错了。全村白费的力气，你一句听错了就算了。我陪他一起担。哼，你们家连1头牛都没有，拿什么担？够了，安宁，
你能指出准确位置吗？能。你敢再听一次吗？先去12个人，挖到天黑。若是没有水，立即停手。祭山之事，明日再议。村长，你真要相信一个7岁的孩子？我不是只信他，我是信白石村不能放过任何一条活路。从这里挖。已经挖了半日，该停了。再挖下去，天黑就看不见了。再往下半尺。若还没有呢？下面一定有。挖到石头了！这么大一块山石，下面就算有水也凿不穿。停手吧！不能从中间凿。宁儿，别再听了。左边，靠近石壁的地方，那里最薄。真有水！别停，沿着裂缝凿。只有水汽，未必真有活水。水就在后面，快把石头打开！出水了！村西真的有水，咱们挖出活水了！婆婆，我没听错。宁儿，好吵！哪里吵？水声一直在耳朵里响。别再听了，水已经找到了，剩下的事交给大人。桂枝，先带安宁回去，修井开渠有我们。他真能听见地下的东西。他只是个孩子，今日若不是这个孩子，白石村还在等一场不知道何时才会落下的雨。先用石头加固井壁，再挖2条水沟，井水先供全村饮用，剩下的才能灌田。谁都不许抢，也不许私自改动水沟。乔大娘，安宁醒了吗？我家里攒了几个鸡蛋，给孩子补补身子。我带了一批布，正好给安宁做件新衣服。婆婆，他们是来看我的。是。他们不怕我了。先出去看看吧。安宁可是救了全村的福娃，你就收下吧。什么龙角不龙角的，那分明是带福气的角。我早就说过，这孩子心善。给你。那天的头巾是我不对，我以后不会再扯了。你是因为我找到水才觉得自己错了吗？如果没找到水，我头上的角也不会伤人。我知道，就算你没有找到水，那天也是我做错了。那我原谅你。这些都是大家的心意，你怎么不要？安宁只是指出了水源，井是全村人一起挖出来的。他不是神仙，也不是谁供起来就能求福的物件。真要谢他，往后别再因为他头上有角，就把他当成不祥之人。这口井离许家的田最近，第一条灌田水沟理应往南开。南边大多是你家的田，我家的田多，养活的人也多。若是田里绝收，那些佃户同样没有饭吃。水井挖在村里的工地上，出力的也是全村人。先保人喝水，再按各家田亩分水。孤寡人家的几分薄田，也不能一滴都轮不到。开井用的木料和绳索，大半是我出的，用掉多少，村里按价补你。可这口井，谁也不能独占。安宁，你能听见地下的水，是不是也能听见山里的金银？我没听过金银。
你婆婆在山里挖到人参，你又在村西找到活水，这总不能都是巧合。只要你帮我找出一条矿脉，我便给你们修3间新屋，再送10石粮食。你想让我去哪里听？苍龙山脚的旧石场。不能挖，你听见什么了？里面是空的，石头撑不牢。空的。再往里挖，山会疼。东家，那孩子说里面撑不住。他说里面是空的，有空洞才可能藏着东西。先凿2尺，若真有异样，立刻停手。乔大娘，快让安宁出来！出了什么事？我那只银簪不见了。安宁能听见地下的水，一定也能听出银簪掉在哪里。我听不见银簪。你试都没试，怎么知道听不见？水在地下会流，也会碰到石头，银簪不会出声。你连山里的东西都能听见，怎么偏偏听不见我家的？他已经说了做不到。你回去仔细找找，别把功夫耽误在一个孩子身上。安宁，你帮我听听，我家老井下面是不是也有水？若是有，我送你们一只母鸡。你家的井在哪里？村东头。我没到过那里，听不见。那你跟我去一趟。婆婆，我去看看。下面没有活水。村西能有，怎么我家就没有？水脉不是每一处都有。是不是我带的东西少了？不是。既然没找到水，这些我还要带回去给孩子吃。本来就不用给我。今年的收成好不好啊？苍龙山那边哪里还长着人参？我家儿子去外地做工顺利不？怎么什么都算不出来呀？就找到过1次水源，难道真的是什么福娃吗？若是他真有本事相助，为何不见半点动静？莫不是他只想着为自家谋求好处？安宁能听见的是水和山石，又不是你们心里想什么。大人说话，你一个孩子插什么嘴？那也不能什么事都推给他。他找到水井的时候，已经帮过全村了。心里难受。他们以前怕我，我找到水以后，他们都叫我福娃。我以为他们终于愿意跟我说话了，现在他们又生气了。宁儿，看着婆婆，他们叫你福娃的时候，你不要真把自己当成福娃；他们说你不祥的时候，你也不要真把自己当成不祥之人。有些人喜欢的不是你，是你能替他们找水、找药、找财路。可你若什么都做不到呢？那我还是乔安宁。这就对了，你愿意帮人是你的善心，不是你欠谁的。他们要的是福娃，婆婆要的是你。再往里开3丈。东家，里面时常传出空响，可能真有山洞。有山洞才更方便取石。可那孩子说过，山体撑不牢。我们已经挖了这么多天，山不是好好的吗？他找到水是真的，可不代表每次都不会听错。东家，是我没绑紧带口，损失的粮食从我工钱里扣。不必，以后绑紧就是。您家粮仓堆得满满的，还在意这几颗谷子？我9岁那年，家乡大旱，我娘把1碗米汤分给3个孩子，自己饿得走不动路。你没饿过，
不知道一颗粮食也能救命。所以人这一辈子手里一定要有足够多的粮，也要有足够多的钱。只有抓在自己手里的东西，才不会突然没了。石场已经挖出好石料，山也没有塌。你上次是不是听错了？不能再挖了。我只是让你帮我找出山洞的位置。找出来以后，我会用木头撑住，不会让它塌。不是一个山洞，下面有很多空的地方，它们连在一起。你挖得越深，山里面就越松。你既然听得这么清楚，就告诉我哪里最稳。哪里都不能再挖。你不肯帮我？我是不想让山塌下来。安宁，我答应给你们修屋送粮，你什么都不要，却一口咬定石场不能挖。难道山里真有什么好东西？你只想留给自己？我没有。那就证明给我看。怎么证明？带我找到最深的山洞。我不会帮你。许家的石场确实挖出了好石头。婆婆，山脚裂了。哪里裂了？从许家石场一直裂到山脚住户的墙边，井水也变浑了，山里面全是石头往下滑的声音。走，先去找周村长。安宁，你也听见了吗？听见什么？我爷爷家的木门突然关不上了，门框像是歪了一边，你带我们去看看。下午还没有这条裂缝。不是一块石头在动，整片山脚下面都在动。天一亮就去查看。今晚先让山脚几户人家到祠堂住。若他们不肯呢？告诉他们只是住一晚，天亮查清楚再回去。宁可信早一步，也不能等房子真倒了再后悔。昨夜屋里一直掉灰，窗框也裂了，连着旱了2个月，土墙开裂很正常。树也歪了。前几日运石碰伤了树根。那新井为什么变浑？刚挖出来的水井带些泥沙有什么稀奇？东家，昨夜里面的撑木响了一宿，为何不早说？是木头受潮，可今日一看，最里面那根已经弯了。带我进去看看。不能进去，里面有一大片石头已经松了。现在进去，一旦上面落石，谁都跑不出来。你昨夜还说整座山都在动，现在又能听出哪片石头松了？就是因为动的地方越来越多，我才听得见。你若不信，可以先把石场的人撤出来。撤出来以后呢？封住石场，不要再挖。石场一停，每天要损失多少工钱，你知道吗？钱可以以后再挣。说得清楚。没有挨过饿，不知道家里一粒粮都没有是什么滋味。我只知道，山真塌下来，粮仓和人都会被埋住。先让石匠全部出来，在查清楚山体之前，石场暂时停工。村长，这是许家的石场，可山脚下住的不只是许家的人，裂缝已经到了村民墙根，真出了事，谁担得起？村长，山腰有一道大裂口。有多大？最宽的地方能伸进去一只脚，裂口下面的土都是松的。宁儿，够了，不许再听！婆婆，要下大雨了，雨水一进裂缝，山脚会整个滑下来。还有多久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是今晚，也可能是明日，但山脚的人必须马上搬走。搬去哪里？那里下面是整块硬石，比村东安全。他连什么时候下雨都说不准，就要全村人扔下房屋和粮食。我没让全村都搬，先让住在山下的人搬，等大雨过去，山没事，再回来也不迟。粮仓、牲畜和食料怎么办？人先走，牲畜能带多少带多少，粮仓派几个人轮流看守，若是有人趁乱偷粮呢？我亲自守在山脚。村长爷爷，你也不能留下。那就封锁粮仓，所有人都撤。许家的粮仓我自己安排。茂山，命只有一条，
我只是留几个人看守，不会拿他们的命冒险。谁家因为撤离少了工钱，村里从公粮里补。今日开始，老人和孩子先上老龙岭，10场彻底封住，谁也不许再进去。不要往东，带他们去老龙岭。你是谁？宁儿，怎么了？婆婆，不能再等了。婆婆，山里面进水了。真要塌了？还没有，可不能再等了。我要让他们马上走。婆婆跟你一起去。山脚的人立即撤离。不要再收东西，全部上老龙岭。白日已经上山的老人和孩子，有2个人继续照看，剩下的人按户清点。谁家缺人，立即报上来。村长，真要连夜搬？山腰已经开裂，雨又这么大，就算今夜什么都不发生，也不过是在岭上淋一场雨。可若真塌了，谁也没有第2条命。车上已经坐着娘和孩子，放不下了。这是家里最后的粮，粮没了可以再想办法，人不能留在山下。东边还有3户没出来，我去叫他们。不能往东。为什么？我梦里听见有人提醒，而且刚才山里的声音也全朝东边压。那我从祠堂后面绕。我跟你一起去。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还找什么？我儿子寄回来的信不见了。您先走，我帮您找。找到了，快上岭。若是刚才从东边走，别看了，快带老人走。东家，山已经开始塌了，我们得走。双倍工钱也不要了，有命才能挣工钱。茂山，立即上岭。粮仓怎么办？封好门，回来再说。这是几百石粮食，山真塌下来，你守在门口也挡不住。走。总算回来了。山脚的人都到了吗？还在清点。许家少了一个孩子。谁？你的小孙子？刚才他还在草棚里，我一转身他就不见了。他先前一直问许爷爷为什么还没回来，他会不会下山找人了？你现在下去只会一起被困，那是我孙子。我带人找。他在粮仓附近。你已经听了一整日，不能再去。只有我知道他在哪儿，让大人去找。声这么大，他们听不见。婆婆，我只带他们找到地方，不往危险处去。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许松开绳子。我答应。我熟悉粮仓后面的小路，我一起去。别往前！安宁、小川，你们不要动。他离我们很近。别哭，我们带你回去。来人，外面有没有人？许茂山不是已经上岭了吗？他又回来了。爷爷，你带他从树下钻回去，交给周爷爷。那你呢？许茂山还在粮仓，你一个人不能去。粮仓离这里不远，我把他叫出来就回来。不行，先把孩子送回去。再耽误下去，谁都走不了。我把他交给爷爷，马上回来找你。许茂山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的孙子为了找你，差点被困在外面。他在哪里？小川已经带他走了，别管箱子了，马上出去。里面是许家全部的银钱和地契。山要塌了！没有这些东西，许家这么多人以后吃什么？你小时候失去过粮食，所以害怕再挨饿。可你若死在这里，守住再多粮食又有什么用？
来不及了，山塌了！快出去！里面是许家几代人的积蓄。你的孙子已经在外面等你，他要的是爷爷，不是这只箱子。侧墙有一道运粮小门。老龙岭也在山脚方向，这样冲下去，所有人都躲不过。安宁，别听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粮仓西边是不是有一条旧沟？那是几十年前留下的泄洪沟，早就不用了。沟口被什么堵住了？一道旧木闸，把闸打开。旧沟只能排雨水，挡不住山崩。我知道，但它能把积在石场里的水引走，水少一些，冲向老龙岭的泥就少一些。木闸在粮仓后面，卡死了！再来！你往后退，我来。一个人抬不动。还不够，再抬！能做的已经做了，快走！走！安宁！我听不见了，抓紧我！安宁还没回来，他在哪里？他去了粮仓。龙，他莫非和苍龙山有关？别过去，他来历不一般。小川，坡下还在他，安宁也在下面。我带大人去，你留下。你们不知道他被困在哪儿，我看见光了。可他根本不是普通人，那条龙若是……他救咱们的时候，问过咱们是什么人吗？小川，这一步下去，可能就回不来了。爷爷，以前我总是跟着别人走，别人笑他我也笑，别人叫他福娃我也跟着叫。今天这一步，我自己选。那爷爷陪你一起选。有人来救你了！安宁，抓紧！先拉他！你若没回来，我孙子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。安宁，这一次换我们救你！宁儿，婆婆，我听不见你了。对，希儿，听不见也没关系，婆婆慢慢说给你看。我知道了。爷爷，那里有东西。宁儿，怎么啦？婆婆，你再说一句。你能听见婆婆啦？听不清，只能听见一点声音。能听见就好，慢慢养，不急。安宁，石门下面一直往外渗水，昨日不是已经堵住了吗？
堵不住，水越来越多，刚垒好的石头又被冲开了。石门后面可能积着一大片水。石匠说，再让水压下去，刚稳住的山体还会松动。我要去看看。你的耳朵还没恢复，耳朵听不清，可以用手摸。山里的声音能顺着石头传进龙角，比外面的声音更清楚。可里面刚塌过。我已经让人用粗木加固入口，又在外面留了2队人，进去的人全部系绳，发现落石立即退出来。我跟他一起去。墙上有人！这些就是守山的角龙。那块白布和我捡到你时的一样。安宁，谁？是你在梦里提醒我。我叫青兰，也是将你送出苍龙山的人。你是我娘。12年前，伏龙脉出现裂口，山中水道断裂，我只能将自身融入地脉，暂时封住山腹。我原以为你会被山外的水带到更远的地方，是他听见你的哭声，把你从落石中抱了出来。她是你亲娘。我封住的裂口本可再支撑许多年，可外面的石场挖断了护住山腹的岩层，又堵住泄水谷渠，雨水无处可去，才会冲垮山坡。是我造成的。现在不是只说后悔的时候，先想办法把水放出去。石场是我带人挖的，我知道岩层受力的位置，我来找出能搬的石头。水堵在后面，不能直接撬，上面的石层失去支撑，一动就可能塌。那该怎么办？先架2根横木拖住上面，再从巨石左侧挖开一条小口，水先放出一部分，等压力小了再搬大石。安宁，只要你走进伏龙脉，便能继承守脉之力，你可以让山腹重新稳受听山之苦。走进去以后，我还能回家吗？宁儿，婆婆不知道她让你选什么，可有一句话你一定要记住，婆婆救你不是为了等你长大还债，你不是因为我们养了你，就该拿自己的一辈子来换白石村平安。你若想留在这里，我不拦你；你若想跟婆婆回家，婆婆就带你回家。娘，你用一条命护住了他们，可婆婆教我，不能把别人的好当成一笔必须拿命偿还的债。我不走进地脉。那你准备怎么守住苍龙山？我不用一个人守，我和他们一起守。那里有一道旧闸槽。徐茂山，巨石左下方还有一道闸槽。找到了，所有人退到横木后面。宁儿，婆婆，我能听见了。听见就好。娘，你要走了吗？伏龙脉已经有了新的守护者，不是一个人，也不是一条龙，这就够了。苍龙山脚的石场从今日起归村里共有，今后是风是流都由大家商议。石场毁了山，交出一张地契并不算补偿。我知道，粮仓虽然塌了，还有一部分粮袋没有被泥水泡坏。我已经让人全部挖出来，先分给房屋被毁的人家，
若还不够，我便卖掉镇上的铺面和田地，慢慢赔。你赔得起这么多吗？赔不起也要赔。石场是我坚持挖的，护坡树也是我让人砍的。若不是安宁提前示警，白石村失去的就不只是房屋和粮食。我以前总以为钱粮抓得越多，家里便越安全。直到山塌下来的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人若不在了，守着再多东西也没有用。你愿意承担是应该的，可这件事不能只靠一个人记住教训。从今日起，白石村立下3条规矩：第一，苍龙山护坡树木不得私自砍伐；第二，山泉水井和泄洪沟不得由任何一家独占；第三，凡是开山取石，必须先由全村查明山势，共同商议，谁坏了规矩，就由谁承担后果。小川，你挖的坑太浅了，我已经挖得够深了。树根埋不稳，大雨一来就会倒。你现在不光能听山，还会管人。谁让你当初第一个扯我的头巾？这件事你还要记多久？等你把这一片山坡都种满。那我岂不是要挖一辈子？所以你最好挖快一点。我不是神仙，也不需要别人供奉。可你救了全村。找到水和预警山崩是我能做到的事，可水井是大家挖出来的，山上的人也是大家用绳索救下来的。你们若真想谢我，就把泄洪沟清好，把护坡树种活，以后发现裂缝，不要等山再次哭起来才害怕。婆婆，如果我没有找到人参，也没有听见地下的水，你会不会后悔把我带回来？婆婆抱你回家时，知道你能找人参吗？不知道。知道你能找到水吗？不知道。那我为什么要后悔？可我当时和别的孩子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我头上有角。可你抓住婆婆手指的时候，和别的孩子一样用力。你饿了会哭，害怕了也会往人怀里躲。婆婆抱回来的，从来不是什么福娃，也不是什么龙女，只是一个没人照顾的孩子。婆婆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想叫你一声。多年以后，乔桂枝已经满头白发。乔安宁背起她用过的药篓，走遍苍龙山周围的村寨。姐姐，你头上的角是天生的吗？是啊，生下来就有。别人不怕你吗？以前有人怕，后来他们知道你很有用，所以就不怕了吗？有人最初确实是这样，可后来他们明白，就算我听不见水，也救不了山，我还是乔安宁。那我这样也没有错吗？没有，和别人不一样，不是错。真正应该在意的是你有没有伤害别人，有没有守住自己的善心。宁儿，该回家啦。来啦！人这一辈子，最大的福气不是遇见多少宝物，是别人身处难处时，你愿意伸手；等你落进泥里时，也有人愿意拉你回来。婆婆，我记住了。